係各位網友嗱，近期咧我學到一樣嘢嘅，呢個做呢一兩年嘅現象咧就係咧，一有乜嘢動亂啊乜嘢咧，黃金就升啊，黃金咧係升咗好多嘅，但係咧呢幾日咧你出現一個好獨特嘅現象，黃金升唔到。早幾個月咧，無論點咧 ，Bitcoin 都係跌㗎啦，由12萬一路跌到落6萬。但係咧，照計啊，啲科技股跌咧，呢個 Bitcoin 又跌啦，唔係喎，Bitcoin 唔跌喎，因此就學到嘢。我再解釋呢個避險資產嘅性質俾大家聽下，呢個真係美伊戰爭、避險資產同高風險資產3次嘅錯位。慶祝江美儀成為 Hancock Life 嘅代言人1週年啊，中100個啊，送完即止。呢一個買488蚊嘅 MNN Collagen 有1個月嘅 Collagen， 加碼推送呢個係680蚊嘅野生牡丹蝦，1公斤，好好食，保證你。罕見嘅交叉錯位。嗱，照過去幾個月嘅預期咧，大家估計呢個戰爭一嚟咧，黃金一定狂升啊！黃金一定狂升。比特幣未必，結果咧出現咗極不直觀嘅畫面，我解釋俾大家聽。結果咧黃金失速喎，一度咧跌翻落5001蚊度，去到5400，跌翻落5100。比特幣由6萬蚊接到升翻去將近7萬蚊。呢個唔係價格噪音，係關於物流風險、市場心理嘅深刻課程。所以咧，你如果係 curious 咧，你又學到一樣嘢，就叫做儲備式嘅避險資產同移動式嘅避險資產咧，原來係唔同嘅。呢個係好啦，嗱 Bitcoin 而家67000幾啊，嗰陣時我哋驚佢跌破6萬嘅，呢個係。金咧去到呢度，我以為佢再升嘅啦，金唔係喎，跌翻落嚟喎，黃金5100。變化一，早幾年金同黃金一齊係一樣嘢，佢係愛嚟做乜嘢嘅咧？佢係對沖咗貨幣嘅風險嘅。喺早期嘅敘事入邊咧，比特幣係數碼黃金，兩者被賦予共同使命，就係唔相信主流貨幣，覺得主流貨幣發生太多啦，個價值被 erode， 黃金咧係唔會被 erode 嘅，而 Bitcoin 咧只得2100萬個啫嘛，總共佢係脫離咗主權信用，唔使信政府，脫離法幣系統，脫離政府控制，脫離傳統銀行，買黃金同比特幣共同一個共同信念。世界變壞嘅時候咧，錢咧要擺咗喺政府金融體系之外。呢個解釋過去幾年咧，每逢戰爭咧，兩者係一齊升嘅。呢個第一個階段。好啦，嗱，實體黃金嘅矛盾啦，全球嘅黃金嘅需求咧係創新高嘅。我解釋俾大家聽。2025年總需求5000噸，歷史最高。2026年突破到5500萬，5500蚊美金一盎司。呢個點解呢？係因為第一就係呢一個一樣嘢就係，自從俄伊戰爭以來呢，咁呢個中國啊，呢啲伊朗呢啲國家呢，唔敢拎美金啊，驚會被美國制裁凍結咗啲美金。中央銀行係買入咗黃金，多咗中央銀行買入黃金，推動黃金嘅需求。只要推動幾個 percent 咧，就有呢個分別㗎啦。咁既然黃金變咗個升勢咧，就更多人投資黃金。咁於是咧，黃金嘅 ETF 咧，亦都好熱烈。兩者推動對黃金嘅實質需求。地緣政治風險同強烈嘅動能買盤，所以黃金去到呢一條數。黃金嘅需求韌性同支撐係5000。以前咧黃金咧6-7成咧唔係嘅，唔係我嚟投資嘅，
係愛嚟結婚用嘅，係兩個大國用嘅，印度同中國。投資需求大增，加咗54%。好啦，第二個階段，比特幣被重新分類喎，呢樣嘢奇怪喎。比特幣再唔係系統外，佢變咗吸落系統入邊，關係轉折，有現貨 ETF 嘅推出，於是嗰啲長線嘅基金買入咗比特幣，於是比特幣變咗係金融體系嘅一部分，市場將佢轉咗係高波動、高 beta 嘅風險資產。呢班人嘅眼中喺長線基金入邊咧，佢唔係體系外，佢同樣一樣係好高風險嘅資產，佢係要 subject to 嗰個美元嘅走勢 ，subject to 嗰個利息嘅走勢，利息一高佢就跌，好似嗰啲 AI 股一樣。啲數據話俾你聽，比特幣咧轉咗同股市掛鈎啊！2024年佢同 Standard and Poor 嘅相關性啦就係0.29嘅啫。去到2025年咧變咗0.5，同納斯達克嘅相關性由0.23變咗0.52。結果咧佢嘅走勢咧係似高增長股。點解呢？嗱，點解比特幣一路弱呢？美元公債4% 嘅無風險直息率，吸走新興市場嘅血。印度終止連續6季流入，馬來西亞、泰國最大資金外流。呢過去一年高估值嘅科技股承壓 ，S&P 跌到6820幾點 ，AI 好似博通雙位數回檔。強勢美金支撐美元升值，將啲錢吸翻去。嗰個美國嘅利息企咗4%，冇辦法跌。好啦，比特幣嘅深度機構化同美股聯動啦，史無前例嘅高運動。比特幣同納斯達克嘅聯動性係2024至2026連續飆升，峰值達到0.87。個關係越嚟越犀利 ，ETF 同 MSCI 嘅效應，現貨 ETF 嘅普及，同 MicroStrategy 納咗入納斯達克100指數，將比特幣嘅波動性咧啜咗入傳統股票市場嗰度。Risk on, risk off 喺美債直息率飆升嘅時候咧，一齊被沉重嘅拋售。結語喺西方資本市場，比特幣已經唔係一種另類資產，成為受制於宏觀流動性嘅華爾街嘅科技衍生品，再唔係一班搞科技嘅人對於呢個政府、對於中央銀行、對於貨幣、傳統貨幣嘅避險工具，已經再唔係。好啦，變化3咯，咁呢個係啦。咁點解今次黃金又唔升？呢個比特幣嘅反彈呢？原來涉及波動性同埋可移動性，呢個避險資產能唔能夠順利交轉、交收、跨境變現，嗰個咧係有問題嘅。事件，美國對伊朗發生空襲，引發前所未有嘅伊朗飛彈反擊。阿聯酋空域部分關閉，航班大規模取消。由於高價值貨物咧，陸路運輸冇辦法承保，因為個時間太長，客機貨運運輸中斷，黃金無限期停滯，鎖咗喺杜拜啲貨。地緣政治嘅戰火不但限於軍事層面，切斷咗大宗商品呢條動脈，呢條動脈。杜拜係全球嘅關鍵樞紐，黃金嘅關鍵樞紐，衝突導致空運幾乎停頓。啲黃金飛咗去杜拜，走唔到。呢個問題嚴重啦。杜拜係冇黃金倉可以擺嗰啲黃金，從來都係飛機即刻到即刻走。而家嘅飛機到咗唔走，喂，你要停架飛機喺度，有幾多保安啊？有幾多保險㗎？飛機會唔見啊？係好貴嘅，呢樣嘢係受咗
印度受咗嘅黃金動脈，印度每年入口850至850噸黃金，5成6成係由杜拜轉運嘅。杜拜失靈，切斷咧嗰啲消費市場買唔到，停咗喺杜拜。好啦，杜拜黃金瓶頸異常折價，成本飆升，因為杜拜係冇準備，嗱呢個係實際物流嘅問題，冇準備擺咁多黃金喺度，亦都冇足夠嘅保安措施，所以物流保險成本飆升6-7成，而且唔知幾時可以交割，於是亞洲買家咧唔訂貨。當實體物流受阻喺杜拜嗰時咧，呢個好似當日啊，石油太多，你冇錢擺石油，你要俾錢人擺石油。杜拜嗰啲人咧攞住啲金，嗰個保費好貴，保安費好貴，貨倉費好貴，咁點咧？平啲賣咯，喺杜拜買30安士，30蚊1安士折價。比起倫敦基準價減價賣，帶頭將黃金劈落嚟。現貨折價出讓啊！由於出貨難，保交易商以折現價售現，以減少保險資金成本。呢個唔係代表避險需求消失，而係黃金嘅現貨交收能力。呢個係黃金嘅現貨交收能力，同埋理論上嘅價值。短期脫咗鈎，呢啲呢我哋叫做摩擦成本。如果物流係順嘅，世界物流基本通暢，倫敦同埋杜拜嘅價錢唔會爭好遠。一阻塞嗰陣時呢，全球核心節點阻塞，黃金嘅實物屬性由優勢變咗做負擔。佢係樣實物嚟㗎，佢要擺㗎，佢要買保險㗎。你有乜嘢啊？你要擺，有倉儲。有運輸，有倉儲，有運輸，保險先大鑊。你幾多人看得住咧？報關轉運，於是佢就產生咗呢個摩擦成本。好啦，除咗物流，黃金回落咧，亦都受咗宏觀嘅影響。第一呢一個杜拜帶頭掟咧，就影響咗黃金。美元同期轉強。通脹憂慮唔減息，黃金抑制咗黃金，因為黃金係冇息嘅。金融條件收緊，供應鏈扭曲，金融條件收緊，供應鏈扭曲咧，削弱咗黃金短線嘅吸引力。宏觀催化劑頑固嘅直利率嘅異常現象，聯儲局3次降息，10年期嘅美債繼續企喺呢度冇跌，點解啊？美國經濟出現意外嘅強勁，你短期降息冇用，因為佢哋長期覺得個通脹唔會落，因為美國嘅經濟強勁。實際利率10年期美國實質利率維持喺 1.8 嘅支撐位上面，呢個係實質利率。短期利率下跌，長期借貸成本依然高昂，冇風險利率嘅吸引力。吸走咗黃金嘅吸引力。比特幣咧喺呢時候點樣反彈呢？比特幣重新展示佢原始嘅用途。比特幣嘅優點冇地理位置，隨時走佬。黃金雖然穩定，但係重，要搬好難。比特幣波動大，但係呢快輕冇國界，漏嘢走咗啦，唔會棘咗喺度嘅。佢係可以移動嘅。好啦，戰時案例伊朗資金啊，開戰初期伊朗交易所流出，即刻買，一打仗啲人去搶比特幣。喺全部經濟受制裁嘅，只有加密貨幣可以走。嗰個問題啊，係唔係由值唔值錢變咗係走唔走到啊？你有錢嗰時，唯一走到嘅嘢就係比特幣，於是你就將佢轉成比特幣。嗱，不但只係伊朗國內嘅錢會轉成比特幣，
喺阿聯酋嘅錢都轉成比特幣，因為阿聯酋威脅要充公伊朗喺阿聯酋嘅所有資產，因為佢打阿聯酋。而呢，阿聯酋長期係伊朗洗黑錢嘅中心，去到呢度可能俾人充公，第一時間就買比特幣。呢個就係儲值型嘅避險，就係黃金，對沖主權信用、貨幣貶值、長期購買力嘅風險。佢嘅長處喺歷史、制度、跨世代嘅信任，所以你對抗呢啲風險嗰時咧，你買黃金。但係喺極端資本管制、物流受阻、天災人禍，你要走佬嗰時咧，佢嘅攜帶性結算自由度咧係有獨特價值嘅，再證明咗比特幣嘅價值。數位資產嘅定位危險，究竟佢係科技股啊，還是避險天堂呢？假期崩跌啦，由12萬㗎跌到6萬啊！穩定幣流入減半，避險功能，但係咧呢兩樣嘢咧係令到佢崩跌緊，忽然之間佢又發現避險功能喺地緣衝突入邊咧驚人嘅資金逃生能力。2026年嘅數據顯示，比特幣冇單一嘅屬性。佢嘅行為模式睇下嗰啲資金喺邊度嘅啫，同地緣政治風險有幾強嘅啫。無視物理限制，即使政權實施斷網期間，鏈上數據依然可以透過加密網絡外逃，即係你係喺個 cold wallet 度咧，你係冇辦法可以攞到你嘅。呢個空襲瞬間爆發，喺未爾空襲幾分鐘入邊，伊朗最大嘅加幣交易所 Nobitex 嘅加密資產暴增700%，佢擁有1100個用戶，佢嘅交易量72億，係逃避銀行制裁嘅核心管道。果然大量外逃。當實體黃金被困喺杜拜，數位黃金以光速跨越封鎖線走 Q 咗。喺極端嘅地緣風險入邊，審查唔到、截唔到嘅流通性就係真正嘅避險價值。即係咧，你走佬嗰時，你以為帶金係咪好穩陣啊？你錯啦！你真係走佬咧，唔帶得金嘅。我聽過嗰啲人講，因為金好重，一睇你件衫咧就已經知道你有金喺度。你唔裝得好多，你要裝首飾嘅，首飾咧好輕，攝咗件衫度咧你唔知道。邊個咧？溥儀一路去到俾共產黨拉咗啊！佢喺俄國做咗戰俘好多年，都唔知道佢件衫入邊咧，佢當然係裝咗嗰3個田黃扣個章。呢一個係呢啲咁嘅珠寶咧，係價值連城啊！可以聯喺件衫度，人哋都唔知。安全係多維度嘅教識嚟，兩者非替代關係，有兩種唔同嘅風險。黃金輸在價值，唔係，佢輸在物理屬性。喺呢次情況之下，比特幣贏就穩定，唔係，佢贏在佢可以流動。所以兩種係兩種唔同嘅避險資產。避險唔只係唔跌，就包括能唔能夠交收同埋變現嘅。我哋對於呢啲就係芝加哥學派對於現象嘅解釋。於是資本流通矩陣 friction and flow， 有直息率嘅美國公債吸納全球資金嘅黑洞。實體資產，黃金係實體資產，但係困咗喺杜拜，所以要折價。有直息率嘅空白嘅新興嘅未成氣候呢個係數字貨幣未有。比特幣雙重宇宙，冇直息率數位，但係呢個係無摩擦嘅逃生錯，係走佬最佳嘅嘢，冇嘢贏得過比特幣。一隻手指可以裝幾多幾多錢嘅比特幣，所以陳志呢啲人呢，一定有大量嘅比特幣，就因為佢係逃生最安全嘅嘢。好啦，
機構投資嘅戰略顯示啊，由於美債嘅實質值息率有1.8厘，債券吸債啲錢，新興市場大家要小心啦。短期內美元呢個石油咁貴，台灣、韓國呢個係大鑊，呢個係日本。實質大型商品要睇下佢喺邊度。評估黃金、原油實體資產咧，一定要將供應鏈中斷嘅風險、保險成本納入定價嘅規模，係咪必須？所以油價呢一個係唔係而家油價唔係起幾多嘅問題，而係因為短缺嘅問題。去到某個程度之後呢，佢就會出現呢個需求大幅度減少。市場重新定義咗安全。喺航線中斷、物流癱瘓嘅世界，資產嘅地理獨特性你擺喺邊度，係未來定價嘅核心。結束零利率與無摩擦貿易時代嘅終結，我哋已正式告別咗資金零成本、全球物理無障礙嘅黃金時代。任你點搬，喺2026年嘅資本矩陣，成功駕馭市場嘅關鍵係點樣平衡美國嘅直息率帶嚟嘅地心引力，以及地緣政治衝突所施加嘅物理壓力。呢個適應 friction 同 flow 嘅常態，係全球將來嘅資本點樣配置。好啦，捱夜、應酬、壓力，呢啲毒素積埋，最先受罪嘅係你個肝。面色黃，成日周身酸痛，就係你個身體同你對抗。試下韓國方包呢隻護肝素，佢含水飛薊素同生物素，幫你個肝大掃除，清走垃圾。當你捱夜嘅時候，你個肝其實好辛苦，佢係要負責分解嘅毒素，製造膽汁，儲存營養，仲有超過500種複雜嘅功能。所以俾個機會你個肝修復一下，韓國方包護肝素，每日1粒。記住，真正嘅光彩係由裡面滲出嚟嘅。於俏貓貓實體鋪網上及莎莎全線發售。大家記住呢隻護肝素咯。三不盡春日節，Acton 水光修護套裝，由韓國演員元英創立嘅高端護膚品牌 Bonamisu， 一份源自自然修護因子 Acton 嘅水光修護套餐。伊克多因係一種由極端微生物喺鹽湖、沙漠啲惡劣環境生成嘅天然分子，就好似肌膚嘅防禦盾，能夠幫助細胞抵禦外在壓力、污染同紫光線，同時牢牢地鎖住水分，讓膚質保持穩定。3大超強護膚功效，強效保濕、修護皮膚、抗敏舒緩，適合任何肌齡。每日只需要3個步驟啫，就可以輕鬆養成水潤、穩定、透亮嘅肌膚，你值得擁有。套裝咧有極境修護因子卸妝護面泡沫200 ml， 90% 嘅膠原蛋白泡沫化妝水150 ml， 修護面霜50 gram， 原價730蚊，春日價588蚊，再送埋韓國 Defoni 防曬膏一支，價值168蚊。頭30名仲送化妝袋1個喎，優惠期3月1號到31號，網上同門市都有優惠，數量有限，售完即止。